白宫在最后时刻力挺佩洛西的警示，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较量，其关键在于立规则。现在到了我们给美国人立规矩的时候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解放军落实绝不坐视不管，东部战区听令而战，空军宣布绕岛巡航，运油20正式亮相，多艘战舰现身台海东部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却最后选择了力挺佩洛西的访台行程。布林肯开始甩锅中国，这场较量最终变成了谁能定义台海规则的较量。最明显的变化来自白宫，拜登和美国军方过去是明确表示不支持佩洛西访台的，但是到了8月2日就变了。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在当天强调，佩洛西有权访台，北京不应借机升高情势。他同时警告，中国可能做出军事挑衅的行为，包括向台海试射导弹。科比表示，美国政府依宪法权力分立，国会是独立机构，佩洛西会自己决定，有权访问台湾。美国还认为之前就有众议院议长访台的潜力，所以佩洛西也可以访台，并且强调这不新鲜，不会改变任何事儿。美国不会上钩，不会跟着虚张声势，但也不会被吓倒。也就是说，白宫现在认为中国大陆不能将佩洛西访台事件变成某种危机或冲突。与此同时，布林肯也开始甩锅中国。他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公开表示，佩洛西是否进行可能的对台湾的访问将由他自行决定，但他呼吁中国不要因此而加剧紧张局势。中国试图制造某种危机或以其他的方式加剧紧张局势，那将完全是北京的责任。在中国人看来，由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行程所引发的军事危机，主要责任自然是美国。而美国从白宫到国务院都已经翻脸，认为佩洛西访台没问题，但中国不能加剧紧张局势，必须坐视不管，否则就是破坏区域和平。这完全是一个强盗逻辑。所以这场危机表面上看是军事层面的危机，但实际上是中国与美国谁才能定义台海冲突规则的较量。美国呢，企图持续过去几十年做法，不断的打台湾牌，而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一场军事行动给他们立规矩。美国人之所以现在感到不适应，主要是因为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经在1997年4月率团访问过台湾地区，而当时中国大陆的反应比较平淡。但是当初与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首先，当年金里奇是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与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不同党，因此事态没有这次拜登总统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同为民主党的情况来得严重。其次，当年金里奇先率团在北京访问了3天，而且在访华时不断赞扬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现在的佩洛西一直秉持反对中国的政治立场，而且这次窜访并没有得到中国大陆的认可。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实力今非昔比，谁能够去台湾，谁不能去台湾，由中国大陆说了算。所以白宫和美国国务院都会觉得佩洛西窜访台湾很正常，主要是基于对现在的中国强势的不适应，更对历史事件的误解。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其中就包括了如何定义一个中国的权利，以及解释某件事是否违反了反国家分立法的权利。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用多场大演习来回应。此次军演实际上就是将台湾岛全面封锁的一次演习，其实弹射击区域甚至进入到了台湾岛的所谓内水。现在还不能排除演习过程会转化为引发两岸统一的武力行动。中国大陆的板子肯定会打在美国政客的身上，也必然会惩处台独分子，而这样的选择权也完全在中国的手里。总之，佩洛西事件所引发的危机，最终将诠释中国与美国谁有定义一个中国的权利。
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了，中国军队也已经开始行动了。演习区域就能说明问题，完成对台湾岛的军事主权的宣示，将成为这场危机关键性的一步。事态的后续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